为自己长相丑陋没人要，女人就狠狠地扇了路边一个残疾人一巴掌。Sì, picchi un disabile, vabbè, mi piace, che devo fare? 可男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用手势安抚旁观者的情绪。女人见状就俯下身来，用犀利的言辞辱骂对方， E soprattutto le dice che sei una merda. 然后从口中掏出口香糖放进男人的杯子里，最后撂下一句狠话，便扬长而去。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男人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以矫健的步伐追了上去。但他并不是要向女人讨回一个公道，而是祈求她帮自己一个忙。可女人并没有为此而转变态度，反而变本加厉地诅咒他。 Il vero handicappato sei tu. 然后再次转身愤然离去。望着女人离去的背景，男人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愧疚之情，同时也开始后悔自己居然认识了这样一个绝情的女人。就在不久前的一天早晨，詹妮坐在母亲的轮椅上，情不自禁地放声高歌，却浑然不知自己滑稽可笑的举动已被身后一位突然闯入的美女尽收眼底。 Scusi, ho trovato la porta aperta e sono entrata. 随后，女人礼貌地解释道，自己是新搬来的邻居，想要找个人帮她搬一下椅子。詹妮见对方长相还过得去，就大方地答应了。可就当她刚准备起身时，却遭到了女人的婉拒。显然，女人已经把她当做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并且从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出，她对残疾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怜悯之情。这也让詹妮动了恻隐之心，她决定暂时不暴露真实身份，体验一下被美女关爱的感觉。而且，她还特意表明自己对照顾坐轮椅的人有丰富的经验，如果以后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找她帮忙。两人相互暧昧的道别后，詹妮高兴地像个孩子般从轮椅上蹦了起来。众所周知，她不仅是一个身价千亿的富豪，还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情场浪子。同时，她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癖好，就是经常以不同的身份勾搭美女，只为求得与她们共度一夜春宵，并且不论对方什么职业身份还是国籍，她从不失手。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在每一段感情中，她都可以全身而退，从不拖泥带水。 所以，此刻一个大胆的想法悄然而生，他想用残疾人的身份与对方相处，或许这样会有不同寻常的新鲜感。为了尽快达成自己的目的，隔天一早，詹妮就出现在爱丽丝门前。可没想到的是，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门铃竟如梦想般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不过，为了达成目的，索性他也就不装了。 但在爱丽丝开门前，詹妮又回到了那个楚楚可怜的残疾人模样，然后略带沮丧的表情邀请爱丽丝来家里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心事。Mi dici adesso? Vedi che t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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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urbo. non mi disturbi. Non mi disturbi. Io ti sto Non mi disturbando. disturbi e mi fa piacere. Prendo le chiavi. Sì. 拙劣的演技，连3岁小孩都能看得出。可爱丽丝却欣然答应了。眼见计谋得逞，詹妮的表情还没来得及转变，但联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开心事，内心却早已乐开了花。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把咖啡放置在橱柜隔板最高处。她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成功把咖啡取下。于是她转头望向客厅，确认自己不在爱丽丝的视线里后，她又故技重施，猛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可不小心发出的声响，还是引起了爱丽丝的注意。情急之下，詹妮只能将双手扣住隔板，身体呈半悬空状态，一直等到爱丽丝急匆匆地过来，帮她扶到轮椅上。 Scusa. Non ti occupare. Guarda dove l'ha messa, guarda. Se mi puoi prendere. Questo? No, l'altra, là. 在成功化解了这次尴尬后，两人围坐餐桌前相谈甚欢。爱丽丝询问詹妮是否结婚，詹妮果断否认，便顺着话题邀请她晚上一起共进晚餐。爱丽丝似乎明白了他的意图，但她还是以要为生活奔波劳累为由婉拒了。两人的聊天氛围也开始尴尬起来。爱丽丝见状就起身准备离开，可詹妮不忍心见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她心里涌起一股冲动，于是立马叫住爱丽丝，想要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她。可奈何没有想好合理的理由，所以最终表示自己虽然残疾，但拥有一家知名运动品牌的上市公司，在全球共有数百家豪华门店，现在身价已经超过1000亿。然而爱丽丝听后，心里并未有太多波澜，不过她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詹妮话语背后的深刻含义，于是她邀请詹妮周末去乡下老家做客。一想到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詹妮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下来。 Certo.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家庭聚餐如期而至，爱丽丝热情地把自己的家人一一介绍给了詹妮认识。她特意告诉詹妮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并且马上就会到。果然话音刚落，姐姐就到了。 Sta arrivando zia Chiara. 安妮的美貌如画卷般缓缓展开，那份震撼与吸引力如同潮水般涌来，让詹妮在瞬间就沉浸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情绪之中。然而下一秒，她的眼神就开始慢慢凝固起来。看到安妮组装轮椅的那一刻，詹妮的心情仿佛从云端跌落至深渊，所有的美好憧憬瞬间化为泡影。她缓缓转头望向爱丽丝，从她的表情中读懂了一切。望着一旁奶奶得意的表情，詹妮委屈的像是一个失去心爱玩具的孩子。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E lui è Gianni, il mio amico. Piacere. Gianni, piacere. E Chiara non è sposata, è single.
面对爱丽丝意味深长的介绍，小孩子都看得出这是在有意撮合，但詹妮只能强颜欢笑。然而在接下来的用餐过程中，那股难以言喻的氛围更是让她无地自容。她多么希望此刻能有个老鼠洞让自己钻进去。晚餐过后，她终于得到了少许喘气的机会，但面对安妮的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一向话痨的詹妮却显得心神不宁，甚至是有些局促不安。她只想马上逃离这里，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1秒钟。回去以后，詹妮向朋友倾诉了这场让人啼笑皆非的尴尬遭遇。不过她还是感叹，姐姐虽然残疾，但是长得确实很哇塞。朋友们都纷纷调侃，我们的大情圣居然也有今天。然而就是这句话，成功激起了詹妮骨子里的求生欲望。于是当晚，他就采取了实际行动。不过这次他决定转换一下战术，不是直接打电话给安妮，而是悄悄地给她留了一段语音，邀请她周末出来走走。这个方法也果然奏效。安妮虽然没有直接回复，但是第2天，她竟然亲自来到了詹妮的公司。詹妮被这突如其来的到访吓到手足无措，她惊慌失措地坐到办公桌上。好在安妮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她只是来告诉詹妮，周末自己要参加一场网球比赛，并邀请她去现场观看。詹妮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坐在赛场旁边，目光紧紧追随着安妮的身影，而安妮则全神贯注地进行着比赛。她的脸上洋溢着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挑战的坦然，那是一种超越了身体局限的自信光芒。她每一次挥动手中的球拍，都是对生命无限可能的宣告，也是一种超越了身体限制的坚韧与不屈，更是对生活无尽热爱的真实写照。直至比赛结束，安妮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詹妮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一个爱意的种子在心中悄然萌发。自那以后，詹妮开始关注她的一切行动。恰巧这天，她在网站上看到了一场音乐会的发布公告，而其中小提琴的演奏者正是安妮。于是她叫助理帮自己订了一张位置最好的门票，这既是对她事业的支持，也是想当面给她一个惊喜。演奏会当天，詹妮坐上电动轮椅盛装出席，可她刚到现场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当安妮出现在舞台的时候，全体演奏人员集体起立，以此向她表示崇高的致敬。当安妮出现在观众面前时，观众席也立马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随着指挥家的手势轻轻挥下，音乐会缓缓拉开了序幕。安妮的小提琴声悠然响起，如同天籁般纯净而激昂，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深深的情感与不屈的力量。随着音乐的不断推进，那散发极致的情绪愈发浓烈，感染力逐渐扩散至整个会场。当最后一个音符悠扬地落下，台下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那份热烈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久久不息。詹妮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所震撼，她激动到情不自禁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一旁的老奶奶一脸惊愕地望着她，仿佛在感叹有生之年竟然能见证一个医学奇迹的诞生。音乐会过后，为了给安妮一个惊喜，詹妮提前在出口处等候。Che ci fai qua? Passavo per caso, ho digitato concerti Torino, eccomi qua. Pazzesco il concerto, bravissimo. 詹妮的出现让安妮感到既惊讶又欢喜。为了奖励安妮在音乐会上的出色表现，詹妮带着她一同来到当地最为高档的餐厅，与她一起共进晚餐。安妮妆容精致，笑容温婉，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优雅与魅力。詹妮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眼眸中闪烁着欣赏与爱慕的光芒。餐厅内流淌着悠扬而深情的钢琴旋律，音符跳跃间将这份浪漫氛围推向了极致。两人在餐桌前侃侃而谈，詹妮的幽默风趣逗得安妮开怀大笑，简直幸福极了。晚餐过后，夜色已深，城市的喧嚣渐渐归于宁静。两人坐着轮椅漫步在无人的大街，安妮轻轻地俯下身，优雅地脱下那双陪伴她度过美好时光的高跟鞋。詹妮见状，温柔地接过她手中的鞋子，他们的动作默契而自然，没有任何语言，但我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怀与爱护。Mi piace togliermi le scarpe perché mi sembra di aver ballato tutta la notte. 安妮缓缓展开双臂，自由自在地向前滑行。詹妮温柔地牵起她的手，眼神里充满了深情与宠溺。他们手牵手在马路中央翩翩起舞，仿佛在演绎一场只属于他们的华尔兹。轮椅的轨迹在空中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夜依旧静谧而美好，爱却在这无人的马路上悄然绽放，成为了这个夜晚最动人的风景。时间如同指尖的流沙，悄无声息地流逝着。转眼间，这段充满浪漫与温情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Eccoci qua. Questo? Sì. Grazie del passaggio. Eccoci qua. 安妮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舍，而詹妮的嘴角却悄然绽放出一抹温柔的微笑，那笑容里深藏着意犹未尽的幸福与满足。Ci beviamo un ultimo bicchiere su da te. Sì. 周末的时间悄然临近，安妮如约来到詹妮的别墅。她身着一袭流光溢彩的红色长裙，宛如晨曦中最绚烂的一抹霞光，美得令人心醉神迷。
在温馨雅致的餐桌旁，两人相对而坐，话题如涓涓细流，自然流淌。就在这无比浪漫的时刻，詹妮从桌下抽出一个长长的海绵，温柔地环抱于胸前，眼神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然后她用手势示意安妮用同样的方法照做。在安妮满含期待的目光注视下，詹妮缓缓举起手中的遥控器，轻轻一按，顿时地板就开始缓缓下沉，房间内也开始不断地涌入大量海水。顷刻间，两人就漂浮在了柔软的水面之上，身体完全摆脱了轮椅的束缚。安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轻盈，她的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喜悦与感动，同时她也被詹妮的用心所打动。两人之间的情感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在这份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下，他们的身体情不自禁地相互靠近，最终深情地相吻在了一起。两人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同时也意味着詹妮在与那场赌约中大获全胜。朋友们看到照片后都纷纷称赞她的手段高明。然而，在这看似胜利的背后，却隐藏着连詹妮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深刻变化。这位向来以情感游戏为乐，从不拖泥带水的海王，竟在这不经意间被一股温暖而真挚的情感洪流所包围。他时常被一个梦魇缠绕，梦中安妮无情地戳破了他的谎言，然后残忍地离他而去。惊醒时，满心的惶恐与懊悔。在没有安妮陪伴的时间里，世界仿佛失去了色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显得空洞而乏味，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开始无时不刻都在思念着安妮，想见到她的笑容，想听到她的声音。正是这份深深的思念，让他在不经意间就拨通安妮的电话。他尝试鼓起勇气向安妮坦白真相，可每当话到嘴边，他的内心便如同被巨石压住，恐慌与不安让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缩，因为他害怕一旦安妮知道真相，他就会永远的离他而去。为了寻找到一个既不被谎言困扰，又不会失去安妮的方法，他找到了在养老院的父亲，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父亲告诉他，在古老的法国鲁尔德有个圣母大教堂，那里被世人认为是奇迹发生之地。144年来，已有67名绝症患者在那里不治而愈。或许可以在那里用一个奇迹去掩盖一个谎言，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站起来。可没想到，爱丽丝在归还詹妮的物品时，意外遇到了她的双胞胎哥哥。她利用自己的长相优势，成功捕获了他的芳心，同时也从哥哥口中套出了詹妮是正常人的真相。爱丽丝把这个真相告诉了安妮，可让她也没想到的是，其实安妮早就知道詹妮是个正常人。Come lo sai che non è disabile? Perché io sono disabile. 但爱丽丝不理解姐姐为什么明明知道真相，却还和她在一起。In cambio di una bugia. Che bello sentirsi amati, o almeno crederci. 爱丽丝同情姐姐的遭遇，并从内心深处感到无法言说的愧疚，同时她也担心安妮会再次受到伤害。Più fare finta di crederci. Che cosa farai quando te lo dirà? Gli dirò addio. 虽然姐姐已经坦然接受了这份隐藏谎言的爱情，但爱丽丝始终咽不下这口气。她怒不可遏地找到了詹妮，并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了她一巴掌，然后狠狠地教育了她一番。因为心虚，所以詹妮不敢做出任何反抗，但她还是祈求爱丽丝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要将真相告诉姐姐。因为她对安妮的感情是认真的，可正在起头上的爱丽丝根本听不进去。她打心底里认为詹妮就是个混蛋。詹妮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卢福德圣母大教堂。在朋友和助理的陪同下，詹妮带着安妮踏上了去往卢福德的巴士，车上的所有人都开心地带着希望而去，唯独只有詹妮显得忐忑不安。经过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正当大家准备为自己的心愿祈祷时，神父一眼就在众多的人群中选中了詹妮。Tu, seguimi. Io? Sì, sì. 他单独将詹妮带进了教堂。詹妮本以为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即将成为发生奇迹的天选之子，可没想到神父早就识破了他的谎言。Tu non sei paralizzato. 神父用庄重而坚定的语气，郑重地警告詹妮，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不容许丝毫的轻慢与亵渎。他明确表示，维护信仰的纯净与尊严是他不可动摇的责任与使命，任何试图侵蚀这份庄严的行为，都将遭到最坚决的反对与制止。心虚的詹妮吓出一身冷汗。Lei come ha fatto a capire che io non sono disabile? Tu con quelle scarpe ci cammini. 詹妮缓缓低下头，望向脚上那双沾满泥土的鞋子。此刻她才意识到，其实安妮应该早就知道了真相。她坐着轮椅缓缓驶出教堂，望着充满期待的安妮，使了一个失望的表情。安妮也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然而她也知道自己与詹妮的之间这段感情也即将走到尽头。在回程的路上，她的情绪低落到了谷底，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疾驰而来的卡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双矫健有力的臂膀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从死神的手中夺回。
Cammini. È un miracolo. È un miracolo, cammina. 安妮的眼中闪烁着泪花，虽然知道这就是真正的詹妮，但她依旧选择将这一切说成奇迹。这也是她想要挽留这段感情的最后一丝无奈。但詹妮此刻却选择沉默不语。他无法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继续伤害安妮。直到此刻，安妮才无法继续假装相信这个谎言，她也只能强忍心中的悲痛，默默地转身离去。直到她再次登上返程的巴士，渐渐走远，詹妮依然呆愣在原地，迟迟没有任何反应。而这段感情也就此干净利落的结束。这似乎就是詹妮最初想要的结果。但此时她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即使恢复了原来的海王身份，她也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安妮的坚强乐观、才华横溢、美丽动人的身影在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詹妮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相思之苦，她鼓起勇气，决定在安妮面前勇敢地承认错误，直到她原谅自己，然后挽回这段感情。于是她匆忙驾车来到安妮的乡下老家，向安妮的奶奶坦白了事情的所有真相，并用自己的诚意说服了奶奶。从她的口中得知了安妮的去向，紧接着就根据得到的线索，他成功追上了安妮乘坐的巴士，并果断地在半路将她拦截，然后不顾一切地走到安妮身边。Scusa. Io lo so quello che sono. Mi puoi chiamare disabile, diversamente abile, persona con ridotta mobilità degli arti inferiori, oppure handicappata. Ma so che non ho bisogno di nessuno. Soprattutto non ho bisogno di una persona come te. Andiamo? Ti prego, scusami. Andiamo? 面对安妮坚定而决绝的神情，詹妮的心中充满了无奈与不舍，但她也深知有些决定一旦做出便无法回头，于是她只能忍痛选择了离开，让这段曾经共同走过的路在此刻画上了句点。从此，两人的生活轨迹如同两条平行线，再也无法有任何交集。他们各自背负着过往的记忆，踏上了不同的征途，朝向了各自的远方。但詹妮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么脆弱，在失去挚爱的沉重打击下，她仿佛被抽离了灵魂的躯壳，每时每刻都沉浸在无尽的空虚与痛楚之上。为了逃避那份几乎要将她吞噬的悲伤，她选择了疯狂的奔跑，仿佛只有让身体达到极限，才能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喘息。她试图用疲惫来掩盖内心的创伤，但即便如此，那些关于她的记忆，那些曾经的甜蜜与苦涩，依旧如潮水般涌来，让她无法彻底摆脱。然而就在这个肉体与灵魂痛苦到极致的瞬间，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她面前。Che ci fai qua? Non vorrei mica mollare così. 安妮将手缓缓伸在詹妮面前，他们没有谁说出抱歉，但却在这样温馨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达成了和解。两人像过去一样深情地望着对方，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又仿佛一切都已焕然一新。这种微妙的变化或许就是爱情的真谛。然而关于爱情的定义千差万别，有人认为它需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也有人认为需要有优越的外貌条件，也有人则认为需要健全的身体。但我认为爱情是心灵之间发生的一种奇妙共鸣。不论你如何定义爱情，爱情的最佳典范一定是唯美、平等与共同成长。